情况？我刚才不是还在末世砍变异兽吗？菲莲！青瑶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居然穿越了，还成了大周朝礼部侍郎的女儿。今天是和镇北大将军徐思年的新婚夜。等等，记忆里明天一早，皇帝这老贼就会派人来抄家流放。长得倒是正中我的审美。你干什么？既然穿都穿了，夫君，春宵苦短，别浪费时间。太好了，空间还在。皇帝老儿，既然你要抄我的家，那我就先把你连锅端了。怎么突然这么困？原来真的有夜明珠，收。哼，这么多金元宝，这得收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！收。这金刚武器也不错，收。全给我收！太好吃了，不愧是御贡啊！收。流放路上怎么能饿肚子？连锅带碗收。收。睡，就知道睡，偷家了都不知道。收。收。宰相老狗，敢给徐家泼脏水，你这老巢绝不能落下。还有将军府，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自家的宝贝当然得自己带走。真是累死老娘了。朕的龙床呢？朕的龙袍呢？朕的龙袍呢？朕的龙床呢？啊！圣旨到，镇北大将军徐思年通敌叛国，皇上令即刻查抄将军府，徐家全族押入死牢，听候发落。带走，都给我滚出来！给我滚出来！滚出来！天杀的！我们徐家犯了什么罪？为什么要抄家？给我搜！把徐家的金山银山都给我搜出来！报告大人，库房是空的。空的？
什么意思？大人，兄弟们把全府底朝天翻了一遍，连个铜板都没看见。放屁！堂堂镇北大将军府，怎么可能没钱？说，徐家的财产到底藏哪儿了？这群刁民敢转移家产，今天交不出来，本官就让你们血溅当场！大人饶命啊！我们真的不知道啊！大人明鉴，大人，妾身昨晚才嫁入府中，您看看，这偌大的将军府，连个像样的喜字都没钱买，早就是个空壳子了。滚开！少给本官唱戏！看老娘痛不死你！滚！晦气的东西！真是见了鬼了！全给老子轰出去，押回牢房！炒不到金子，拿你这小娘子泄泄火也不错。救命！放开我！见鬼了！这几千斤的假山怎么突然塌了？太邪门了！都愣着干什么？这件事之后再处理，皇命等不得，快走！都怪你这个丧门星！你昨天刚进门，今天我们就遭了大难！没错，你肯定是宰相派来的内奸。老夫人，赶紧做主休了他，把这个灾星交出去，给巫医队谢罪，说不定还能保全我们徐家。是啊，清玄，你就认了吧。是吗？内奸，若我是内奸，大可拿了赏金，在外面吃香喝辣，何必陪你们在这充满尿骚味的牢房里等死？你们长得丑，想的倒是挺美。至于你，当年徐思年在冰天雪地练武，差点冻死，你这个做母亲的在哪里？你不过是个自私自利的老陈婆，现在摆什么婆婆的谱？我自幼习武，谁再敢乱废一句，这根柱子就是下场。都给我听清楚了，在这牢里，谁拳头大谁说了算。进去吧你！什么狗屁大将军！丧魂钉，直接钉入脊柱骨节，彻底摧毁根骨。这群畜生！看在你以前对我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就留下来护你周全吧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镇北大将军徐思年意图谋逆，本应满门抄斩，念其祖上功劳，特谥夺徐氏爵位，贬为庶民，即刻流放3000里外幽州。钦此。还愣着干什么？上枷锁，赶路！动作快点儿，晚了一步，老子扒了你们的皮！哪怕这是死局，我也能给他趟出一条活路来。徐家满门忠烈，不能让英雄寒心啊！朝廷侵犯，也是你们这帮贱民能帮的。你个罪犯，还想袭击官差不成？将军护国，百姓报恩，天经地义。难道你要当街殴打良民吗？多谢各位乡亲。你是个好孩子，百姓赠予的这些钱财物资，就全部交给你掌管掉吧。呸！什么东西？刚进门就拿着鸡毛当令箭，早晚有一天让你好看。爹娘，你们喝。喝什么喝？
一群流放的贱骨头，连这泥水你们都不配喝！官爷，求您赏我们口水喝吧，天气这么热是会死人的。哟，想喝水？行啊，让你们家挑个最水灵的姑娘过来，陪大爷们去树林里好好解解渴。官爷，他最年轻，长得最好看，让他去陪您。对，官爷这丫头可会伺候人了。我不去，三伯母，你放开我！求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女儿吧！三嫂，求你松手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俩老东西给我按住！想害死全家吗？求奴奴做主啊！孙女宁死也不去。好一个徐家！爹娘，女儿来世再报恩。我倒要看看，今天谁敢动他半根头发？徐家的骨气都被狗吃了吗？为了几口水，拿亲侄女去换，你们这群缩头乌龟也配姓徐？看不出来，少夫人还是个烈性子。既然你想当英雄，你这姿色也不错啊。兄弟们，把他给我带走！咱们今天就好好尝尝这将军夫人的滋味。放开我嫂嫂！放开她！有什么冲我来！活该，让你出风头，这下清白全毁了，看你还有什么脸活着！别怕，哥哥们会好好疼你的。很好，这里没人看得到，我终于可以不用受着劲打了。你要干什么？女侠饶命！姑奶奶饶命啊！我们再也不敢了。出去知道该怎么说吗？敢吐露半个字，下次卸的就是你们的脑袋。把水袋交出来，滚！这是怎么回事？林子里太滑，我们不小心摔入深沟里，还捅了马蜂窝。对，马蜂窝。大热天的，带着这么重的枷锁赶路，实在是太慢了，耽误行程。对，都把枷锁解了。徐家人，不用带枷锁了。白清源，你婆婆走不动了，你眼瞎看不见吗？还不赶紧滚过来背我！我不伺候四肢健全的闲人，自己走去。清源，你既然这么闲，那就去替换军线抬担架，让军线过来背我。我来。谢谢。锅借我用用。姑奶奶您用，您随便用。好香啊！大
大嫂这手艺，简直比京城第一酒楼大厨还要厉害。早听说夫君厨艺一绝，可惜你现在伤着动不了。今天且先尝尝我的手艺，等你好了，我可要吃你做的。好，只要我能站起来，以后天天做给你吃。我是他亲娘，这锅肉羹理应先盛给我吃，剩下的你们再分。这是专门给伤员熬制的药膳，没有旁人的份。再敢碰一下，我剁了你的手！反了！你们这两个丧尽天良、大逆不道的东西，连亲娘都不顾，你们会遭天谴的！我不活了！我10月怀胎，生下个白眼狼，自己吃香喝养，让亲娘饿肚子！我要让全天下都知道，你徐思年是个什么忤逆不孝的畜生！都给我闭嘴！都什么时候了，徐家都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，还在计较这一口吃的。今天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我把话撂在这儿，思年是我们徐家的家主，清渊便是这徐家名正言顺的当家主母。队伍里大大小小的事情，吃食和物资分配，全凭当家主母一人做主。大家全都听清渊的安排。母亲，她一个刚过门的心腹，凭什么爬到我这个婆婆头上发号施令？凭什么？凭她能护住思年的命，凭她能弄来活命的物资。你若是再敢有半点不服，我第一个动用家法处置你！人犯带到了，准备些糙米和通铺。这老东西的眼神不对劲，有猫腻。徐将军一路辛苦，下官特意在后院留了一间最安静的客房，方便将军养伤。只是那客房狭小，还请将军单独入住。多谢。我是他的妻子，理应贴身照料。我跟他同住一间。不过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妇人，不足为惧。既然如此，那就请吧。大嫂，我也去。这是白天截获的密信，用特殊暗语写的。这是我徐家影卫专用的联络信，上面的符文，我徐家暗中豢养了一批死士影卫。这信上说，我出事后，影卫统领清玄已将主力化整为零，正潜伏在暗处等待我的调遣。这一战是个陷阱。我就知道。不好，中计了！找谁呢？说，是谁派你们来的？我说是陛下。陛下口谕，徐家流放路上不留活口。哪儿来的叫花子？没长眼睛吗？别挡了贵人的车驾，赶紧给我滚开！驿站水井乃公用，就算里面坐着天王老子，也要排队。
一个流放的贱妇还敢顶嘴，看我不抽死你！住手！清源，真的是你？等等，这脸，这不是原主以前私定终身的旧相好宣平侯吗？靠，这烂桃花居然追到流放路上了。侯爷自重。清源，你受苦了，跟我回京城，我哪怕拼了这身爵位不要，动用一切关系，一定要保下你。我已经是徐思年的妻子，流放这条路，我自有我的走法，就不劳侯爷费心了。来人，把那辆马车腾出来，再把车厢里塞满最厚实的被褥、米面和上好的伤药，立刻送给徐家。既然侯爷盛情，那这车物资我便收下了，全当是徐家欠侯爷一个人情，多谢。姨母，您快看，那是他以前的老相好宣平侯。我就说他一大早出去干什么，原来是去勾搭男人了。这么多好东西，肯定是他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狐媚手段，才换回来这辆马车。这要是传出去，我们徐家的脸面还要不要了？这个不要脸的贱妇，走，找老夫人去。外祖母，白情愿在外面公然和旧情人拉扯，败坏我们徐家门风啊！你一定要动用家法严惩他。对，必须让思年立刻写休书，把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赶出徐家。宣平侯送的被子，想用就用，不用我现在就拿出去烧了。闭嘴！你这个蠢货！全家老小都在拼了命的求生，青妖光明正大带回来的救命资源，轮得到你满脑子男盗女赃的在这里泼脏水？滚出去！今天赶路，你给我去队伍最后头跟着，不准挨着马车半步。再敢搬弄是非，我就将你扔在这荒郊野岭，任你自生自灭。宣平侯，是你以前的旧相识？也不算吧。如果他真的是硬要带你走，你是不是就跟他回京城了？如果我想走，10个宣平侯也拦不住。我留下，单纯是因为我看你可怜。许思年，我们现在是结盟求生，但如果有一天你我互不信任，或者相看两厌，咱们大可不必互相折磨。到时候咱们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我绝不纠缠你。一别两宽？你想都别想！我的命是你救的，既然你主动招惹了我，这辈子你都别想逃。大侄子，你们这马车这么宽敞，让我家宝宝也上来坐坐吧。他脚底都磨出血泡了，你们不能眼睁睁看着家人受苦啊！想坐车？行啊，一
里路20两银子，现款结算，概不赊账。拿钱。20两，你怎么不去抢？白清渊，你这个毒妇，连自家人的油水都要榨！滚！我记得三房早已和徐家分家，现在又说什么一家人？扬鞭！伤口发炎感染了，再不拔定，人就彻底废了。青英，别白费力气了。我如今这副残躯只会拖累你，与其拖累全家，不如让我死了。没了我这个累赘，你们也能走得快些，早日到达幽州。闭嘴！徐思年，你听好，你背上的丧魂钉，我能拔。你说什么？这丧魂钉能拔？但这荒郊野岭条件太恶劣，没有止血药和干净环境，现在强拔你会失血过多没命的。等到了幽州，有了安全的落脚点，我亲自为你开刀取钉。所以，你必须给我撑住，听见没有？好，我答应你，绝不求死。天越来越冷了，大家身上都有伤病，这样干走下去不是办法。我去前面的深山里探探，看能不能采些御寒的皮草和治伤的草药。山里猛兽出没，你一个女子太危险了。放心，我命硬得很，阎王爷不敢收。为了大家能活下去，再危险我也得去。有了这百年野山参，徐思年的命就能吊住了。赵差爷，我亲眼看见白青幽往这边走了，他一路上藏了那么多好东西，这次进山肯定又挖到了什么宝贝。您可是官差，这山里的东西理应孝敬您。可不能让他一个流放犯给独吞了。放心，到了老子嘴边的肉，他吐也得吐出来。吃里扒外的蠢货！少夫人，别藏了，乖乖交出来吧。荒山野岭的，规矩由老子定。你想要什么规矩？杀人了！你们还不快把他拿下！赵大哥，头有令，押解途中任何人不得私吞犯人物资。你带头坏规矩，是不把头放在眼里。少拿头压我！今天这东西老子要定了，给我滚开！住手！我徐思年就算武功尽废，被贬为庶民，也不是任人宰割的废人。谁敢动我妻子一下，我也能拿他的项上人头祭刀。行，你们徐家有种，咱们走着瞧。没伤到吧？没事，他伤不了我。
这震动不好，悬崖要塌了！山崩了，泥石流，所有人快跑！切！你没事就好。我没事。大家看清楚了，刚才就是这个妖女用了妖法，是她招惹了山神，才引来的山崩。她想把我们全害死。乡亲们，流放一路上咱们吃了多少苦？今天这场天灾根本就是这个妖女带来的。大家看看，凭什么咱们死上过半，他们徐家却能安然无恙？你们看，他们包袱里全是好药好粮，大家想活命的就跟我一起抢了他们的粮食！抢了他们的粮食！谁敢上前一步，我杀了他！抢粮食！大家别怕，他们就几个人，刀也只有一把，冲上去抢粮！不抢，我们全都要饿死在这里！神仙饶命！我们是被恶人煽动，再也不敢了。求神仙收了神通。谁敢再动抢物资的歪心思，下场就和他们一样。徐夫人，请留步。灭了他们，你也会背上谋逆的死罪。赵荣罪不至死，留他一命，也是给官府留个体面。他煽动暴乱，坏了规矩，不杀不足以平乱。不怪他们发疯，刚才的山崩把官差的运粮车全埋了，前方百里荒无人烟，队伍已经彻底断粮了。就算不被砸死，大家最多也只能活过3天。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凭你们几个人护不住这些物资。只要你能解决队伍的口粮，我保证手下人守规矩，徐家接下来的路绝对平安。好，这后勤的担子我接了。从现在起，队伍的后勤归我管。想活命的都听好，规矩是多劳多得，不干活没饭吃。荒山野岭的，连个野兔毛都没有，就凭她一个娇滴滴的女人，少夫人这是打肿脸充胖子，等着看她空手回来，大家一起饿死在这里吧。就这点重量，发什么愣？捡柴生火，烧水拔毛，谁干得多，
谁分得多？大侄媳妇儿，我是长辈，这肉有我一份吧。刚才大家捡柴扒皮，你躲在后面装死，不干活，只配啃骨头。我是你三伯母。在这里，规矩就是规矩，再废话，连骨头都没有。主子，京城加急密信，老贼发现仇家一无所获，起疑心了。他派了大批暗探沿途监视，想顺藤摸瓜，找徐家的底牌。暗卫在外面跑，刀口舔血的活儿，总得吃点好的。喝口酒暖暖身子。这等清冽的酒香，属下在皇宫御宴上都没闻过。少夫人深藏不露，绝非常人。主子有她相助，是天大的福气。主子，属下今夜潜入营地前，在林子外围还截获了一只信鸽。营地里有内鬼，密信上写了，少夫人今日操控藤蔓杀人的事，已经传出去了。伪装成流民，跟了我们一路，原来是他。动手！老板，谈笔大买卖。这纯度，这品相，就算是京城的皇商，也拿不出这种极品啊！少废话，这些全换成过冬的棉布、伤药，还有打农具的铁器，换不换？换！您要多少，我给您多少，我这就去调货。收。让开！宣平侯驾到！清渊，跟我走。哪怕你现在背着流犯的身份，我动用私兵也能把你强行带回京城，藏在我的别院里，保你一世荣华。对外就说你死在了流放路上。侯爷，你耳朵是不是不好使？我既然嫁给了徐思年，就不会背弃他。我白清渊绝不做依附男人的笼中鸟。让开！侯爷，你带我走吧，我是被曲家连累的，只要您救我脱离苦海，我愿意给您当牛做马。当牛做马？你一路上挑拨离间，
甚至为了换口水喝，把清堂妹推给官差糟蹋。这种连畜生都不如的女人，侯爷若是收了，怕是家宅不宁啊！滚开！别脏了本侯的靴子！快点！都给我快点！那边，去那边，再去那边！四面八方至少有5波不同的人在盯着我们。主子，属下查探过了，除了皇帝的龙灵卫，还有当年构陷秦家的萧宰相派来的死士。这永安城是个死局。萧老贼倒是心急，告诉清玄，按兵不动。被动挨打不是我的风格。这3天休整期，我带人上街采买，顺便把城里的地形和这帮暗探的分摸清楚。城里杀机四伏，放心，我命硬。若山，带上篮子，跟我走。快，天马3钱，父子2钱，赶紧捡水！哪来的乡野村妇，敢耽误贵人看病？你活腻了吗？这副药喝下去，他活不过半个时辰。胡说八道！我行医几10年，这治心悸的方子绝不会错。来人，把这个疯女人赶出去！附子性太热有毒，半夏性辛温亦有毒。这2味药在古方中本就相克，俗称18反。你却用大热大毒之药强攻，2毒相遇，毒性倍增。这不是治病，这是催命。姑娘说的对，是我糊涂了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是小老儿有眼无珠，多谢姑娘指点迷津。姑娘看上什么药材，小店半价奉上。掌柜的，100年极品血藤，被你当废材论斤卖，这漏我捡了。华美，小姐，真的是你，小姐，奴婢被遣散后无处可去，奴婢一路讨饭，躲避官兵追捕，就想跟着小姐，奴婢还能伺候你。末世里见惯了背叛，没想到在这个古代，竟有如此忠肝义胆的傻丫头。别说话了，留着力气。若山，搭把手，这城里到处都是皇帝和宰相的暗探。他这副样子太扎眼了。站住！白清渊，你买的都是些什么破烂玩意儿？还有，这个来历不明的臭要饭的是谁？大家看看，这就是他拿百姓送的救命钱买的废物，一堆破铜烂铁和野草种子，这能吃还是能穿？老夫人，您看看他这般挥霍无度，这物资大权就该交给我管。铁器
是用来打造防身武器和开荒农具的。种子是我们到了幽州苦寒之地后，能够不被饿死、落地生根的根本。谁若嫌弃这些是废物，以后到了幽州，种出来的粮食一口别吃。这丫头的心思竟已深远到了这般地步，她不是在带我们逃亡，她是在为徐家谋一条长久的生路。够了，鼠目寸光的东西！我早说过，这流放路上的物资大权，全权由清源一人掌管，任何人不得置毁。再有敢像泼妇一样吵闹生事的，直接扔出去。想动我大哥，先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！徐思年，受死吧！敢动我的人，找死！这一路上，你屡次展现常人不及的能力，我一直看在眼里。我憋在心里想了很久，青阳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出嫁前曾遭遇流口袭击，坠入万丈悬崖，濒死之际，意外在一处洞府中获得了一位隐世神仙的传承。这操纵草木生死的能力，便是他赐予我的。我不管那些，无论你是仙还是妖，你既然嫁进了徐家，救了我的命，就是我徐思年名正言顺的妻子。我会守护这个秘密，任何察觉此事的活口，我必亲手将其挫骨扬灰，绝不留半点后患。主子，前方的必经之路爆发了极其凶险的祸乱，他们这是故意设局，要把我们逼进那座无医无药的死城啊！谁派你们来的？皇帝？不是狗皇帝，是萧宰相。宰相大人要徐家斩草除根，一个不留。就凭你们几个废物，也想屠我徐家满门？我们只是第一批。前面路段爆发混乱的消息，也是宰相大人命我们放出去的，就是要逼你们走投无路进死城。主子，萧狗这是要拿瘟疫做局。属下青龙卫第3小队队长武少浩寒参见主子。清玄让你来的。清玄统领命属下混入押解官差中，一路暗中护卫。属下不敢暴露身份，只能借机行事。昨夜见主子遇险，属下擅作主张出手。你做得很好，武少寒，你把面皮贴回去，继续潜伏在官差里。鬼六，你在暗处，你们2人一明一暗，把周围的探子全给我清干净。遵命。老子受够了，昨晚差点没命，
你们长房想死，别拉着我们三房垫背。就是跟着你们只有死路一条。从今天起，我们三房彻底脱离徐家，改随母姓。我姓卢，谁也别想牵连我。孟头领，这是10两碎银，我们已经脱离徐家了，求您给个路引，放我们去别处谋生吧。说改姓就改姓，到了幽州，你们爱分家，我们管不着，但在流放路上就得听老子的。谁敢擅自离队半步，按潜逃罪论处，格杀勿论。夫君，之前那辆在泥石流里毁了，这是我在城里新买来的马车，你上去歇着养伤。天杀的！我们连饭都吃不上，这妖女居然有钱买新马车，不公平！这种遇到危险就背信弃义的墙头草，今日虽未离队，但家族情分已断。这几天异能消耗太大，看看空间物资还剩多少。空间怎么变了？空间里怎么会出一片土地？活的！空间里有气流，有时间流露了。这段时间高强度使用异能，居然让空间进化成了可种植的生态基地。这意味着我拥有了一个无限循环生产的超级后勤粮仓。什么味道？好臭！像是什么东西烂了。退后，全退后！不要过去！头是霍乱，前面的村子爆发烈性瘟疫。后退，全军后退，绝对不能再往前走了。马上绕路！瘟疫留在这儿只有等死，快逃啊！上吐下泻，脱水致死，这是典型的水源污染性霍乱。绕路也是死路一条。你疯了！前面是瘟疫村，你想拉着全队人一起陪葬吗？方圆100里的水源肯定已经被全部污染。就算你绕开这个村子，路上只要喝了一口生水，照样会染病暴毙。与其像无头苍蝇一样乱撞等死，不如留下来，给我3天时间，我来解决这场瘟疫。看到了吗？瘟疫传过来了！那个妖女想把我们留在这里等死，杀了她！打死这个妖女，我们自己跑！都给我闭嘴！想活命的就竖起耳朵听着。他呕吐抽搐，就是因为喝了前面那条河里的脏水。吴少涵，去砍一根粗竹筒，再找木炭、砂石、粗粒和干净的棉布，快！是。从现在起，所有人立刻停止饮用生水。无论是谁想喝水，必须喝这种过滤后煮沸的净水。违者逐出营地。大嫂，不好了，祖母刚才实在渴得受不了，喝了河里的生水，现在上吐下泻，已经昏过去了。立刻
刻把祖母单独转移到下风口的帐篷隔离。四婶，架起大锅，烧滚水烫洗祖母用过的所有物件。君羡，这是黄连、白头翁和黄芩的土药，你带几个人分头去附近山里找。明白。剩下的人跟我走。就是这个。马齿苋清热解毒，专治肠癖，全部拔出来装筐，立刻带回营地。是。四婶，把剩下的全放进去，大火烧开。若山，撤掉一半柴火，改小火，熬到只剩1/3的水。草药见效太慢，还是得上抗生素。孟头领，剩下的汤药立刻分发给村里已经感染的病患，还有队伍里的所有人，强制全员饮用预防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乡亲们，这群人带来了灾星，我们的病号喝了3天药，到现在还没醒。药根本没用，他们在骗人，烧死他们，把他们烧死祭天，求山神爷保佑村子。谁敢上前一步，杀无赦！若山，把祖母扶出来。那是徐家老太太，3天前我亲眼看到她染了疫病，上吐下泻都要咽气了，怎么现在能自己下地走路了？看清楚了，霍乱并非绝症，我祖母的命就是最好的证明。当家的，大牛醒了！你说什么？大牛不是已经咽气了吗？那药管用了，大牛刚才自己坐起来，还喊着饿，要喝粥呢。神医啊，全村染病的人都活过来了。之前是我们猪油蒙了心，神医大人有大量，收我们一半。都起来吧，病好了就行。神医，这是乡亲们给的，恩情无以为报，你们路上带着吃。四婶四叔，你们来装车。环境安全了，今晚我把你体内的丧魂钉拔出来。武少寒、徐君羡，拔刀死守山洞入口。是。不论听到什么声音，任何人不得靠近半步。麻药起效还需要时间，忍着点儿。清渊，我的双腿完全失去知觉了。知道痛就行，双腿麻木只是麻肥丹的残余药效，加上神经重组的正常反应。丧魂钉已经彻底拔除，你受损的根骨正在愈合，武功暂时无法运转，但只要配合我后期的复健与药膳，重回武学巅峰，绝对没问题。清渊，谢谢你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。主子，出事了！说。幽州都督收到了京城的密旨，在前方50里的必经之路上设下了重兵关卡，他们打算在我们进入幽州地界前，将徐家全族就地截杀。全
全员戒备，有狼群！狼是狼群，救命啊！都给我闭嘴，站住！谁在乱跑？不用等狼咬，我先送他上路。吴少涵、徐君宪，带青少年把马车、板车首尾相连，推到外围圈起来，快！把营地中间的篝火全部起散，挑带火星的木柴，围着马车外围烧一圈火带。快动起来！救我！我的腿！顶住！大嫂，一会儿狼群冲锋，我们兄弟拼死挡住，你带大哥突围。清月，回来！危险！少夫人，你看，大家快看！他们没走，他们是在等我们自投罗网。大家不要怕，他们不是来吃人的，是在护送我们出荒原。全体拔营，继续赶路。见鬼了，那不是狼群吗？徐家那些人居然能御兽，100多头野狼贴身护送，这谁敢去截杀呀？嫌命长吗？快回军营禀报都督！回去吧，这里不属于你们，守好你们的荒原。大哥大嫂，快看前面，咱们终于看到幽州城了，可算活着走到了。全员加快脚步，进城交接。大人，京城流犯徐氏一族押解完毕，请大人查收。到了幽州，就把将军的架子收起来。在这里，你们就是最低贱的流民，那是全幽州最贫瘠的盐碱地，寸草不生，连鸟都不去拉屎。祝徐将军一家在北岭河潭长命百岁，开枝散叶啊！徐将军、少夫人，押解任务到此结束，咱们就此别开。少夫人，这一路山高水险，若没有您的通天手段，这几百号人早就成了荒野枯骨。孟某这辈子没服过谁，您算头一个。各取所需罢了。孟头领，后会有期。全体官差，拔营回京。主子，明面上的押解任务已结，属下将正式转入幽州暗线。幽州古寒，各方势力盘根错节，你蛰伏下来，继续搜集情报。是，属下定在暗中护卫徐家周全。去吧，随时与鬼六保持联络。大哥大嫂，到
到了，界面上写着北岭河滩。天杀的！官府这是要绝了我们徐家的活路啊！这种白眼地连根草都种不活，我们迟早要饿死在这里。盐碱程度不是好高，可以改造。有山有水，不走了，就在此地安家。你疯了！你想让我们全家陪你在这里喝西北风吗？这里土地贫瘠，但紧邻充足的水源。最重要的是，这里够偏，完全脱离了幽州官府的监视视线。只要有水，我就能种出粮食，远离官府。这就是我们暗中发展武装、大搞基建的绝佳大后方。听清渊的，军县带人卸车，搭建临时帐篷。新来的流民懂不懂规矩？男的交出所有粮食，女的今晚跟我走。女侠饶命！滚！你们等着，敢惹我们，我去叫我们老长大王麻麻来收拾你们！有了这些源源不断的物资，徐家在幽州就算彻底扎下根了。粮食见底，帐篷漏风，往后这日子可怎么熬啊？大嫂，这些东西哪儿来的？在永安城休整时，我花重金雇了商队，算准了咱们的脚程，让他们连夜运来，藏在附近树林里的。别愣着了，幽州的夜风能把人活活冻僵，想活命就得赶在天黑前把房子建起来。徐军县，你带所有青少年男丁，负责挖地基、打立柱。四婶，你带女眷，把油布缝合，中间填满干草，做成保暖的夹层。是。看懂了吗？榫卯结构，不用铁钉也能严丝合缝，比什么都结实。可算弄好了，房子建好了有什么用？这破盐碱地连根野草都长不出来，咱们大老远跑来，难道就是换个地方做饿死鬼吗？等粮食吃完了，大家还不是得一起在这等死？这片地能不能活，我说了算。军县，带上所有男丁，拿上工具，跟我去河边。是，拿上家伙，跟大嫂走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看看，什么叫变废为宝。把河泥和草木灰倒进来，混着原本的盐碱土翻耕，土就能变肥。开！今天大家都干得不错，都去洗手，准备碗筷。今晚我们吃顿好的。
吃，大家快吃。从今往后，我徐家不仅要在幽州活下去，还要活得比任何人都好。新来的流民听好了，这片北岭河滩是我王麻子的地盘。昨晚打伤我兄弟，今天这笔账得好好算算。饶命！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们只是想安生住下。想安生住下？哼，行，把你们所有的粮食、木材，还有那些铁器，全给老子交出来。另外，再上交2个水灵的女人当保护费。少一样，老子今晚就把你们全砍了，扔进河里喂王八。想要人，先从我尸体上踏过去。小娘子，这是给哥哥送汤来了。还是这位小娘子懂事儿，知道心疼哥哥我。我的脸，我的眼睛！我交你祖宗的保护费。给我砍死他们，一个不留！军械，护住左翼。少寒，断他们后路。回去告诉这附近的阿猫阿狗，这片河滩我徐家占了。谁敢再来惹事，我直接杀进他的老巢，灭他满门。听懂了吗？懂了，奶奶饶命，懂了。带上你的人，滚！放肆！你一个旁支的下人，也敢跟主家同桌吃饭？没规矩的东西！端着你的碗，滚到角落里蹲着吃去！想在这里活下去，就必须守我的新规矩，那就是多劳多得，不劳动者不得食。谁干的活多，谁就有资格上桌吃肉；谁敢摆架子、偷奸耍滑，就只能去吃最差的米汤。所有青壮男丁负责开荒拓土、巡防营地；所有女眷负责洗衣做饭、缝补衣物；身体健康老人小孩去荒地里挑拣石块，看管营地。每天干多少活，则算成相应的工分。营地里的白米、鲜肉、新棉衣，只有用工分才能获取。我是长房主母，我的手是用来弹琴绣花的，怎么能干那些粗鄙的下人活？我不干！既然当家主母定了规矩，我这个半截身子入土的老太婆，明天也去田里捡石头挣工分。怎么，你比我这把老骨头还要金贵？
这是寒潮要来了，下雪了。幽州的冬天可是能冻死人的。完了，这破木棚子根本挡不住大雪呀！慌什么？天塌不下来！所有男丁拿上锄头，去把刚开垦的荒地深翻一遍。女眷去河边多打些水回来备用，快！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？若山，带女眷把白菜萝卜切条腌制。来，饭菜。天气越来越冷，光靠木柴根本不够烧整个冬天。高品质露天无烟煤块。大嫂，一块黑石头怎么了？这座荒山下面竟然隐藏着一条巨大的浅层煤矿矿根，过冬取暖、炼铁炼钢的能源命脉全有了。军宪，立刻带人封锁这片树林，任何人不得靠近。徐思年，我们在后山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煤矿脉。有了煤，徐家在幽州就有了锻造兵器、招兵买马的底气。吴少涵，带上所有最精锐的秦兵，拿上挖掘工具，全副武装封锁后山，日夜轮班开采，绝不能走漏半点风声。遵命。这烟太呛人了，这破石头根本烧不着，全是毒烟。费那么大劲挖它干什么？还不如去捡柴火。把挖出来的垂煤全部打碎，越细越好。去河滩边挖些粘性强的黄醚过来。按我昨天给你的图纸，把模具拿出来。哦，顺着这条线，用泥土和青砖砌一道中空的墙体，再连着床铺砌一个宽大的砖炕。这炕真暖和，今年冬天咱们徐家有救了。这鬼天气，没架厚棉袄，连门都出不了，根本没法干活。军宪，带人装车，带上雪盐和蜂窝煤，去集市换冬衣。一点杂质都没有，这可是比贡盐还要纯的雪盐啊！这黑煤球居然不冒烟，还这么耐烧，神了！夫人，这10车货我全包了，这是1万两银票。我不收银票，也不要碎银，只换物资。厚实的羊皮袄，健壮的活牛羊，御寒的棉花，谁拿得出手，货就是谁的。快，把那个羊皮袄拿过来，把牛羊都牵过来。出发，我们回来了，全家都有，换上过冬。真暖和，这羊皮袄厚实，今年冬天冻不死了。多亏了大嫂。
里面有吃的，有活牛羊，冲进去啊！退后！擅闯营地者死！徐家不养乞丐，只招长工。想进营地吃饭的，排队接受筛选。敢硬闯，下一剑穿的就是你们的脑袋。转过去，胳膊抬起来。下一个。多谢大人。手掌毫无老茧，虎口却有握刀的剪印。你是劫道的土匪！合格，进去喝热汤。木头防不住野兽，更防不住流寇大军。我们必须建城墙。找到石灰石矿脉了，开挖！点火，封窑，烧3天3夜。军线，砸开它。大嫂，这泥巴变成石头了。神了，比生铁还要硬。有了这宝贝，咱们就能建大高墙了，再也不怕土匪了。大嫂，核实不规则，水泥再结实也砌不平准，工程太慢了。不好了，后山起火了！那不是山火，是塌方扬起的尘土。吓死老身了，还以为刚安顿下来又要逃命。军线，就停搬运核石的工程，把村里的木匠全叫过来。大嫂，不搬石头拿什么建城墙？用砖，让木匠连夜打造撬上百个长方形的规整木模型，要一模一样大。所有人听令，分成4个大组。第一组去后山挖粘土，加水和糯米粉踩踏揉面。2组接手泥料，填入木模具，压制成砖坯。大少夫人，那剩下的人呢？3组负责把砖坯拉去空地晾晒，4组跟我去建10座大砖窑，倒班烧火，日夜不休。开窑！大嫂，所有的砖一模一样，配合咱们烧的水泥，这城墙1天就能开起半丈高。好硬，这比河里的石头还好用。马上动工，先建房屋，再筑3丈高的防御城墙。这是一碗加了高浓度空间灵泉的药，疗程就要结束了。
成败在此一举。经脉彻底贯通了，不出去试试？武功恢复到了巅峰时期的80%。恭喜徐思年，虎威犹在。主子，村外聚集了大量流民，流民而已，为何惊慌？流民里混进了几十个生面孔，这些人拿着武器，眼神凶悍，正在四处打探我们砖窑和粮仓的位置，来者不善。从今日起，徐家村由我接管防务，组建护卫队，实行军规管制。军规管制？你一个残废将军，算老几？老子刚带兄弟加入村子，在外面也是刀尖上铁血的打手，我们只认少夫人，凭什么听你的？不服？对，不服！别拿身份压人，今天咱们公平对决一次。只要你赤手空拳打赢我，老子和兄弟就心服口服，听你差遣。动手！还有谁不服？这是我制定的体能训练大纲和纪律章程。这是金刚连弩和三棱军刺的样板，按图纸打造，装备护卫队。好精妙的杀气，有了这个，我们能以一当十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交出物资，否则踏平你们的村子！上面的人竖起耳朵听好了，我们是黑风寨的，限你们在日落前交出5000斤粮食，所有过冬的煤炭，还有把那个叫白青云的女人，连同村里年轻水灵的姑娘全送出来当过路费，少一样，大当家今晚就踏平你们的破村子，鸡犬不留。要我当过路费，凭你也配？回去告诉你们大当家，要战便战，徐家村绝不交出一粒粮食，滚！你们等着，大当家绝对饶不了你们！大哥大嫂，我打听过，黑风寨足有上千号悍匪，全是不眨眼的亡命徒。咱们护卫队刚组建，正面硬拼绝对会吃大亏。正面硬拼？谁说我要跟他们讲武德了？静停所有建房工程，全村转入1级战备。护卫队，带上铁锹跟我走。在这里挖300个半米深的坑，坑底倒插削尖的独木刺，上面铺上粗草和积雪，做好伪装。把金刚拉丝和粗藤绑在2棵树之间，高度卡在马腿的位置，拉紧。
弩兵上城墙，隐蔽在箭垛后。刀盾兵在城门内结成龟甲阵，等我号令。兄弟们，冲进去，抢夺他们的粮食！杀！下马！全都下马！步战冲过去！放箭！开城门，杀！臭娘们儿，拿命来！全都不许动！你们老大已经被擒，头目斩首，余者争辩。把他们的手全伸出来。虎口全是大茧，眼神露凶芒，杀过不少无辜百姓吧？拖出去处理。手上全是浓活磨出的水泡，没拿过几天刀。给他们解开绳子。只要你们肯留在徐家村，踏实肯干，守我的规矩，我包你们一日三餐，顿顿有饱饭。多谢女侠救命之恩，我们愿为徐家做牛做马。做牛做马。主子，少夫人，你们快看，这是从黑风寨搜出来的。黑风寨和幽州官府有勾结，难怪他们能在边境盘踞这么多年。管他们勾结谁，这些物资现在是我们的了。有了这些豆子，村里的伙食能再上一个台阶。把卤水慢慢倒进去，顺着一个方向搅动。带上20个护卫去周边的集镇，这些新鲜吃食绝对抢手，换成铁矿石和棉花回来。大嫂放心，我肯定把商路打通。区流放犯，竟敢私建城池，屯兵造反，给我围起来，一只苍蝇也不准放走！立刻打开城门，接受本官入内搜查。回大人的话，徐家村建墙，只为抵御黑风寨流寇侵扰，护村民周全。开门。
这是黑风寨大当家的首级。黑风寨盘踞幽州多年，连都督出兵都头疼，竟然被这群流民悄无声息地剿灭了。这徐家村绝对不好惹。大人，这官银是剿灭马匪后意外缴获的赃款，现全数上交卫所。至于这几块雪白物体，是我们徐家村自己用秘方研发的香皂，用来沐浴镜面，不仅去污除垢，还能持久留香。这点薄礼，全当犒劳各位军爷一路辛苦。原来是一场误会，徐将军骁勇善战，为民除害，本官定当亲自上报都督，为您表功。撤兵！星耀！去叫大夫，快点儿！空间竟然全面升级了，我能调节空间时间流动了。之前还需要异能催熟，现在只需要加速时间。时间流露，配合我的木系异能，可以在短时间内培育杂交出最优秀的品种。成了！徐家村的粮仓彻底稳了。你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只是最近高强度使用异能，因祸得福了。主子，清点黑风寨俘虏时，从马匪后营的地窖里搜出了他。表哥，救我！我终于见到你了！表哥，我是被逼的，我逃跑后被王麻子欺负，又被马匪抢走当牛做马。你看在老夫人的面上，收留我吧，给我一口饭吃就行，我愿意做下人伺候打扫。一路上你诬陷主母，挑拨离间，甚至出卖堂妹换水喝，桩桩件件死不足惜。徐家绝无你这种吃里扒外的亲戚。吴少涵，把他拖出城门，永远驱逐出徐家村，任他自生自灭。是。表哥，你不能这么对我！徐思年，你冷血，你不得好死！主子，京城和旧部有大动作了。主子，皇帝老儿疯了，国库空虚，他为了填补亏空，继续修建行宫，强行向百姓加派了3倍的苛捐杂税。如今中原大旱，各地饿殍遍野，百姓易子而食，逼得活不下去的流民直接揭竿而起，已经爆发了10几起大规模叛乱，连州府都被攻破了2个。皇帝自作孽不可活！还有，当年构陷咱们徐家的萧宰相倒台了，他镇压民乱不力，已经被罢黜入狱。现在的京城朝堂彻底乱成了一锅粥，谁也顾不上管幽州这边的死活，天赐良机。主子，这是清玄统领拼死送出来的半块虎符。
被打散的镇北军旧部，还有咱们当年潜伏在各地的暗线，都已经查探到您在幽州重举大旗，击溃马匪的消息。数万旧部化整为零，正分批向幽州边境秘密集结。兄弟们说，只要大将军一句话，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徐家数万忠魂的血债，终于到了该讨还的时候了。乱世已至，偏安这北岭河滩，等朝廷平息了内乱，缓过神来，咱们只有死路一条。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。许思年，既然皇帝逼你做反贼，这大好的天下，你敢不敢反？有何不敢？我徐家受尽远驱，数万将士孤埋他乡，这腐朽的天下就由我来掀翻。鬼六，属下在。传令下去，命集结的旧部按作逃荒的流民、走镖的商队，分批潜入徐家村外围，隐蔽扎营，就地开始正规军阵训练，把我们的武器全部分发上去。遵命。求求你们放过我家狗儿吧，他才8岁，干不了重活的呀。是啊，家里还要靠半大小子去后山捡柴火挣工粉呢。你们把孩子抓走，这是要断我们的活路啊！退后！少夫人有令，15岁以下全部带走，违令者扣除全家公分。都给我闭嘴！徐家村学堂今日开讲，不论男女嫡庶，只要满6岁，全部强制入学。读书识字那是城里老爷少爷们干的金贵事儿，我们这些庄稼汉的泥腿子学了有什么用啊？是啊，不如让他们下地捡2根柴火实在。前有黑风寨马匪劫掠，后有朝廷大军设伏，你们以为躲在城墙后面就一劳永逸了吗？乱世之中，眼泪和软弱护不住你们的命，更护不住你们的子孙。我要让他们拿得起笔，更握得住刀，让他们日后不被奸商坑骗，让他们的刀锋能亲手劈开来犯之敌，世世代代保卫这片家园。我不教他们四书五经，也不教他们知乎则也，我教他们认字算账、量地打架。学会了算术，你们的孩子就能自己看懂账本；学会为了量地、分田分粮，没人能少你们1分1毫。加上每天包的1日3餐，这买卖你们做还是不做？不做，我们做。少夫人大恩大德呀！少夫人大恩大德。一整个冬天的开荒和护卫队操练，加上收编流民，粮食消耗速度远超预期，存粮不多了。召集全村劳力，准备春耕。少夫人，这长满疙瘩的东西能吃吗？咱们把保命的口粮地腾出来种这玩意儿，万一秋天绝收了，全家都要饿死啊！抬走，去村口的试验田。草木灰防腐防烂，每隔1尺土木1块，覆土3寸。我定个规矩，凡是领种子的村民，秋收时亩产若不到5尸，差多少，我主家粮仓双倍补齐。若是大丰收，吃不完的剩余粮食，主家按市价1.5倍全部收购，绝不压价。我种，我家5亩地全种。大哥大嫂，开荒砍树，加上护卫队日夜操练，兵器损耗太大了。从黑风寨缴获的兵器全报废了，村里库房的生铁也已经见底了。
这里是幽州最大的黑水旗阵，鱼龙混杂，只认钱不认人。我们手里有独家好货，组建徐家村第一支专属商队，走出去换铁矿石和药材。好，我从护卫队和旧部里挑50个拔尖的，全副武装张押车，保商路安全。这是底价清单，不收银票，只换原铁矿和药材。有人敢找麻烦，直接打回去，出事我顶着。遵命，出发！这徐家村的商队怎么运来这2样东西啊？瞎了你们的狗眼！这黑水镇的两铁盐买卖，全是我们幽州周家包圆了的。你们谁是管事儿？谁准你们越界卖货的？给我砸！砸坏了，怕你周家赔不起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普通流商队怎么可能有这些神物？带路，我要见你家主子。这些东西确实新奇，我出1000两白银，买断你们所有的配方。以后你们专心种地，别再插手集市的买卖。1000两，买我一张废纸都不够。我不卖配方，我出货，你出商路。徐山村独家供货，周家负责整个幽州的销售，利润7-3开，我7你3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少夫人，这活干不了啊！咱们的黄泥土窑温度根本上不去，矿石里的杂质炼不干净，打出来的刀脆得像冰溜子，一碰就断，根本没法上战场啊！土窑不行，那就建高炉。开炉！不要停，换长铁罐下进去搅。利用空气里的氧气，烧掉铁水里多余的碳粉。炒钢法一出，我们造的兵器一定是最结实。神体，这是真正的神体啊！我抡了一辈子大锤，从没见过这么硬、这么亮的绝世好钢。少夫人简直神仙下凡啊！第一炉金刚已经出了，现有的破铜烂铁全部淘汰。你们停下所有农具活令，按这3张图纸全力武装我们的军队。快，都过来！少夫人，将军，新武器打出来了！好刀，锋利坚韧，劈砍无双。换破甲线，设100步外的牛皮重甲靶。
这剑绝了！敌人的铠甲在咱们面前就是纸糊的。传令下去，全军淘汰旧装备，全面换装，金刚武器与扎卡。救命啊！少夫人救命！少夫人救命！有人在后山挖石头，被滚石砸断了腿，血止不住了。闲杂人等全部出去，开窗通风，端滚水来。村里人越来越多，光靠我一双手根本救不过来。万一以后真打起仗，伤兵满营，难道眼睁睁看着他们等死吗？我得教他们医术。记住，处理伤口前，所有布料必须用肥水煮过暴晒，双手必须用烈酒擦拭消毒，这能防邪毒入体。少夫人，这麻脂线是治吐泻的，那止血该用哪种？用3七和白毛根捣碎敷在伤口上。你们两副组互相练习背包扎手法。大嫂，后山的作物全熟了，底下结出的东西大得吓人。老天爷！我种了一辈子地，从没见过土里能长出这么大、这么多的泥疙瘩。你快看那玉米，那棒子比我胳膊还粗，金黄的饱满料子，这得打多少粮食啊！全村劳力听令，下地开挖。少夫人，将军算出来了，这土豆的亩产量足足有4000斤，玉米也有2000多斤。4000斤，咱们大周朝上好的田种小麦，撑死也就产个几百斤，这产量翻了10倍啊！咱们有救了！这下就算幽州大雪封山，咱们也绝对饿不死了！良神，少夫人是天上下凡保佑我们活命的良神啊！多谢少夫人救命之恩。粮食太多了，村里3个新建的巨型粮仓已经全塞满了。连地窖都装不下，这是天大的好事，徐家村的居民再也不用为冬天的抢粮发愁了。不，普通红薯、土豆和玉米水分大，存久了容易发芽腐烂，白白浪费。我们必须立刻进行深加工，把这些易腐烂的粗粮转化成更有价值、更易保存的商品。深加工，粗粮能工程成什么稀罕物？酿酒。少夫人，这锅里冒出的酒香味儿，可把我肚子里的馋虫全勾出来了。我闻着比镇上酒铺里的老窖还要香，光闻味儿就觉得浑身发热。好霸道的烈酒，入喉火辣刺痛，却能瞬间驱散4肢百骸的寒气。幽州苦寒，将士们守夜最怕冻僵。这种烈酒，若是运到边关集市，绝对是供不应求的御寒极品。开足马力，扩大生产，装坛贴封，交给徐家商队，立刻运下山去黑市交易。是。这烈酒我全包价30%，谁也别跟我抢！银票算个屁！我出2车上好的原铁矿，再加1车棉花，换10坛烈酒。全部查封！敢在幽州地界倒卖如此大宗的物资，招兵买马，
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带路去徐家村。幽州卫所奉都督之命，今村核查人口和兵器，里面的人立刻打开门，接受搜查。这哪里是流民村的护卫？这等金刚铠甲和连弩，连都督的亲卫营都配不起。真动起手来，我这点骑兵根本不够他们塞牙缝的。军爷息怒，徐家村地处荒野，招募乡勇，打制兵器，只为抵御黑风寨那种凶悍的山匪和深山野兽，求个自保，绝不主动惹事。这些薄礼是我们徐家村孝敬陈远都督的辛苦费。天气心寒，请各位带回去喝碗热酒，暖暖身子。哈哈哈哈哈！原来是为了防山匪。既然是一场误会，本将军自会向都督禀明情况。带上东西，撤！陈远贪得无厌，这点东西喂不饱他的胃口，他们的试探绝不会就此停止。他收了礼，回去必定会重新评估徐家村的战力，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，加快练兵，随时准备迎战正规军。都督，这是徐家村送来的东西。那村子外围建了高耸的青砖城墙，护卫全穿着钢片扎甲，硬攻肯定损失惨重。好霸道的炼钢术！这帮京城的流放者竟然掌握了这种神兵利器。既然骨头硬啃不动，那就换个吃法，让他们每月呈交3000斤粮食和500坛烈酒作为赋税，少1分就是造反。都督有令，徐家村每月必须上交粮酒纳贡，否则大军压境，寸草不生。徐家村的规矩，只做对等买卖，绝不纳贡。想要粮酒，拿东西来换。放肆！你们想造反吗？这是交易清单，徐家村的粮食和烈酒，只换卫所战马和原铁。滚回去交差！有大队人马靠近！都督同意交易，战马300匹，外加50车原铁，接收吧。开城门，交货！骨架粗壮，全是上等的好马。陈远这次倒是下了血本。全部烙印！从今天起，这些马归徐家军所有。是。上马，冲锋！大哥，这马太难骑了，稍微一加速，人就坐不稳，更别提在上面挥刀杀敌了。这不怪他们，是装备的问题。停止训练，等我2天。现有的平马鞍废掉，按这个尺寸，用硬木打造前后高高凸起的高桥马鞍，把骑兵的腰臀卡住。还有这个。双边马鞍用金刚打造，挂在马鞍两侧，高度刚好能让士兵踩实助力。
妙啊！踩住这个铁环，人就跟长在马背上一样了。全村工匠轮班倒，5天内300套必须赶制出来。是。有了这宝贝，我们在马背上就是无敌的。全体上马，换重甲，演练冲锋阵型。烽火！天关的烽火全点亮了，被敌人打进来了！快！小心！报！北狄遭遇100年暴风雪，牛羊全冻死了。10万大军南下扣关抢粮。陈都督的主力部队被牵制在边境主城，分身乏术。有一支500人的北狄先锋骑兵趁虚而入，正在距离咱们不到20里的几个村子疯狂烧杀抢掠。求求徐将军开开恩，放我们进去吧！北狄人见人就杀呀！绝对不能开门，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北狄骑兵。闭关死守，一旦周边村落被屠戮殆尽，徐家村就是一座无援的孤岛。等北狄10万大军压境，这堵墙挡得住吗？乱世之中，名望就是武器。救下这些百姓，就是收拢幽州民心的绝佳机会。这500北狄人，就是我们徐家军名扬天下的奠基石。夫人说的对，我徐家军从来没有缩在柜里的窝囊废。传令，300重装骑兵立刻集结。带上望远镜，摸清敌营的兵力分布和驻扎位置，随时汇报。是。主子，敌营在前方洼地，他们抢了酒肉，正在狂欢。外围布置了12个暗哨，后方是一片狭窄的山谷退路。我带主力从正面冲杀。我带50人，绕到后方山谷，切断他们的退路，一个也放跑。封路！杀！上马，骑兵迎战！大周哪来这种神兵？撤！往后闪退！一个女人也敢挡路，给我踏平他！
将军救命啊！我们是张家庄的百姓，粮食全被抢了，求将军给条活路吧！后勤队，别清点战利品了，把北狄人的烤全羊、奶酒全部搬出来，分给乡亲们暖身子。多谢大人。大家听好，缴获的牛羊物资，账房按户头登记，全部分发下去，大家拿回去重建家园。活菩萨呀，我们被抓来当了两脚羊，终于吃上一口热饭了。都起来，重建家园。青少年站左边，编入护卫队预备役，包吃住，按月发军饷。妇人站中间，进工坊做衣服打下手。老弱去右边，负责后勤，喂养牛羊和打扫街道。只要肯干活，徐家村绝不饿死一个人。都有了，举弩！快将军爷！快，按住！还是晚了一步，剑锋伤及心脉，肺叶被射穿了，血根本止不住，药敷上去就被冲散。准备后事吧，他活不过今晚了。让开！这是我师门秘传的救命灵泉水，对于外伤最有用处。我不疼了，不仅不疼，感觉浑身是劲儿。脉搏强劲有力，真是神药啊！这是我配制的强身秘药，以后每天的军营伙食，全体将士的饮用水和伤员汤药必须掺入这种特制药水。太神了！我已经连跑10圈了，都感觉不到累。这石锁，我以前只能举10下，现在连举20下，毫不费力。陈都督主力被北狄大军围困苍狼谷，粮草断绝，死伤惨重。陈都督，求徐将军火速救援。陈远中了北狄主力的埋伏，8万大军困在苍狼谷，突围失败，粮草断绝。陈远之前还派兵来试探我们，拿我们当肥羊，现在他打了败仗，凭什么要我们去给他卖命？因为他走投无路了。信上白纸黑字许诺，只要徐家军解围，他立刻封我为平敌将军，并彻底交出幽州真正的自主权。洗白流放犯身份，名正言顺接管幽州全境，甚至掌握官方的兵权。这是天上掉下来的大馅饼，这趟浑水我们趟定了。后听，
传令全军出征！弟兄们，车上全是高浓度的灵泉水和高产土豆干粮。少奶奶发话了，敞开肚子，管够！今日出征，不为朝廷，只为我徐家军的万世基业。开城门，支援苍狼谷。都督，兄弟们3天没吃东西了，连战马都杀光了。北狄人马上就要发动总攻，我们顶不住了。陈远，大周的皇帝早就放弃你们了，乖乖受死吧！全军出击，一个不留！都督，您看上面！杀！哪里来的重骑兵？精锐骑兵，给我包抄侧翼，挡住他们！起！怪物！地底下有怪物！大周贼将，拿命来！徐将军神威，陈某无能，这幽州100万居民的性命，以后全仰仗将军了。主公，夫人，京城急报，狗皇帝听闻您大败北狄，全盘接管幽州大军，吓破了胆，连夜派使臣送来求和国书。皇帝老儿答应，以沧江为界，与咱们划江而治。从今往后，整个北方全归咱们徐家管辖，并且朝廷年年向咱们纳贡，岁岁称臣。主公万岁！夫人万岁！这一路的泥泞，总算没有白走。北方只是个开始，只要你在我身边，这天下迟早也是我们的。